我曾漂流在无边海上，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。没有人在乎我是谁，陷入漫长黑夜，一路跌撞。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，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。当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，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。所以无论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，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，你就是答案，我不灭的信仰。只愿朝着光，带你一起飞翔，让你听见云层跳动的心脏。我只愿朝着光，就算未来跌宕，我都会坚定地守护在你身旁，朝着光。哎，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有点低血糖，没事。哎，到外边坐一下吧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来，前面的租客是这个女孩吗？对，就是她，一脸狐媚相的。她什么时候搬走的？就前天，给我发微信说房子不租了，什么租金啊、押金也都不要了，剩下这些东西呢，让我给她扔了。你说现在这些年轻女孩啊，租个房子还得房东帮她善后。她去哪了？说是去外地发展，她是干什么的？好像在什么会所里当经理。我觉得呀，那不是个正经上班的地方。哎，老张，对，好啊，可以。哎，你说，空着呢。哎，行，哎，那就这么定了呗。可以啊，那我回头跟老四他们说。啊，行，你放心吧。请进。你请进。你好。你好，请问你是？我是标人会所的副总经理，我姓朱。您是要找郑雪健是吗？是。您是他哪位啊？朋友。请问您贵姓？我姓何。啊，何女士你好，郑雪健已经离职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上周五。他有说因为什么吗？这个我们不太清楚，不知道。可是他离职都没有说什么原因吗？听说好像是和男朋友去外地发展了。她男朋友是谁？不知道，会所也没有人见过。请问你有他联系方式吗？他现在电话不接 ，QQ、微信、短信都不回。我方便看看他的办公室吗？行，来，跟我来吧，这边。这里。这就是郑雪健的办公室了。欧凯歌是你们这儿的客人吗？海川基金的欧总吗？对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太方便透露会员人的私人秘密。
他这个人呢比较内向，平时呢也不怎么和公司的同事来往，所以大家对于他的事情不是太了解。谢谢您。啊，没事儿。如果他要是跟你联系的话，麻烦你跟他说一声，让他到公司等一趟，把工作交接一下。好。再来半打，再来半打。喂，梁总。董事会已经通知我，可以向你开放关于欧凯歌自查的报告，还有呢，也同意成立调查组。你看你明天有没有时间？你过来我们商量一下。不用，调查小组也不用成立了。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已经知道欧凯歌为什么离家出走了。好，你知道欧凯歌，那他为什么辞职呢？郑雪健。什么？别装了，你早就知道了，对吧？哎呀，我即使知道，你像我这当大哥的，我也不能说什么呀。我呢，希望你能够想开一点，这种事情在我们这行里面放心吧，他不会再来打扰我们了。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吗？哎，你怎么知道何欢会来会所啊？他是何欢，你认识他？他还是个小记者的时候我就认识他，很聪明，也很能干，爱刨根问底，就是选男人的眼光不太行。选男人的眼光不太行。啊，是啊，女人选男人的眼光非常重要。有的男人呐，看起来高高帅帅的，但是心里边不知道会有什么毛病啊。哎，对了，董事会已经同意啊，这个欧凯歌因为抑郁症辞职的报告。这不就风平浪静了？但是这个欧凯歌还没有搞定啊，他背后一定憋着招呢。见招拆招呗。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啊，我们也应该反省一下。我们反省什么？当时如果我们能够退一步的话，也不会搞到现在这个样子啊。现在这局面怎么了？不是风平浪静吗？再说了，这种事怎么能退一步呢？你退了第一步，就要退第二步，再退第三步，最后就是全面溃败。啊！但是你也不能太过激了，对吧？我只是吓唬了他一下，没想到他的心理素质那么脆弱。那个人跟人不一样，我们在一起工作这么多年，你还不知道他吗？他就是这种心理素质。好了好了，老梁放心吧啊，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来，你看，欧凯歌一跑，行情就来了，啊！这些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十步杀一人，千
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凯哥，凯哥，你回来了！凯哥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惊不惊喜？凯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不是我，不是，何老师，为什么要丢下我一个人？你为什么要丢下我？我不是，你为什么要找外面的女人？你骗我！你骗我！你看清，你骗我！何老师，我不是何老师，你看清楚了。哎，我不是你砸了我，你晕什么呀？哎，你没事吧？醒醒！哎，醒醒！你没事吧？啊？小俊豪，你额头流血了。哎呀，我的天！哎，什么情况了？啊，缝了3针，没事了。3针啊，对，没事了啊。平时注意点啊，别沾水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谢谢。是。不是，你看清楚了，我是蒋俊豪，不是欧凯哥啊。对不起啊。喝了多少酒啊你？我也不知道。都说这喝酒伤身，看来不止伤自己，还伤别人呢。那个医药费我都付过了，还有营养费啊、误工费、交通费什么的，你算一下，我到时候一块儿给你。算了吧。不，我错了，该给你的我会给你。我才缝了3针而已，跟我以前打过那些架相比，这不算什么。你是怎么在我家的？我搬进去了。谁允许你搬进去的？我自己啊。那是我家。欧凯哥逾期不还钱的那一天开始，那就是我家。你怎么进去的？怎么进去的？我有门卡。原来是你偷了我的钥匙啊！什么叫偷啊？我顺手拿的。不是，把钥匙给我！别抢！把钥匙给我！你要再敢偷我的钥匙，擅自闯进我家里，我立刻报警。不是你还报警？你故意伤害，给我头打成这样，你还报警啊？是你先闯进去的。欧凯哥把房子抵押给我了，那就是我家。你别耍赖了，房子是抵押给你了，但是在产权清晰之前，你要再敢闯进去，别说3针，30针我都再打你。不是你怎么还威胁我呀？啊！你要搞清楚，是你欠我钱，不是我欠你钱啊！我没有欠你钱，欠你钱的是欧凯哥。我也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我跟欧凯哥没有任何的联系。他欠你的钱，你找他要去。我不欠你们任何1分钱，你不要再来纠缠我。你在说什么玩意儿呢？我们不说好了吗？告诉你的难兄难弟，那些钱我不还了。什么玩意儿你就不还了？哪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那钱我不认了。你的意思，欧凯哥让你不认了？不认。你前2天不是这么说的呀？前2天我太年轻了，那咱们签了还款协议的。我反悔了。不是，那2年之内还款的承诺呢？那是你们跟欧凯哥的事情，你们找他去干什么？我们要能找到欧凯哥，我们找你干嘛？找我有什么用啊？怎么没用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就是这样。何老师，
咱们得讲究诚信，讲究一个契约精神。古人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这是中华民族传统。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没有用的。什么没有用的？你是他老婆，于情于理于法，你都有责任和义务替他还钱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带着别的女人在外面吃喝玩乐、游山玩水、纸醉金迷，我在这替他还债？这是什么情、什么理、什么法？他有小三儿了。从现在起，欧凯歌是欧凯歌，我是我。你们和他之间的债务，你们找他去，不要再来骚扰我的正常生活。我何欢，离婚？对，越快越好。如果你只申请离婚，而不申请对方失踪或者死亡的话，法院应当受理。我只想离婚，他失踪还是死亡我不关心。但是这类案件的结案时间都会相对比较长。会等多久？因为对方下落不明，那只能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，公告期就是60天。而且像你这种情况，一般一审呢都不会判决离婚，6个月之后才能重新起诉。从提起诉讼到立案、公告，还有2次公告送达的时间，开庭1审、2审到最终判决的话，至少也得1年半。我等不了那么久。如果我有证据证明他有外遇，同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欠下1000万的外债，这样时间能不能快一点？如果你有证据能证明对方重婚，或者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，法院才能认定你们的感情确已破裂，才有可能1审的时候就准予离婚。另外呢，如果夫妻一方借款后未用于双方的共同生活，一般也不属于共同债务。离婚的时候呢，另一方呢也可以不承担还款义务。明白。那你还需要诉讼离婚吗？需要。麻烦你帮我尽快的准备诉讼文书。好的。你们这是？何欢，江俊豪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把他打成这样？我什么我啊？身为一个女人，下手这么狠，你看给打成什么样了？我昨天离开医院的时候，他已经没事了呀。可是今天早上，他的病情突然加重了。去医院了吗？当然去了，医生说这是脑震荡，看见没有？开了这么一大包药，说是让他回家好好休养。来，你看看病历。对，看看吧，仔细看看病历上怎么写的。现在小蒋不能下地走路了，吃喝拉撒都得躺在床上。在这儿他没朋友没亲戚，怎么办？得有人照顾他呀。人是你打的吧？你照顾吧。对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伺候他吃，伺候他喝，直到他活蹦乱跳为止。啊！如果我拒绝呢？那我们只能选择报警了。是打110，还是直接去派出所？2个都可以。不过你这个电话一旦打出去啊，你故意伤人罪，这是逃不掉的。这么说吧，最轻，刑拘。我们上网都查了，你看着办吧。没关系，该我承担的责任，我一定会承担。我佩服你的勇气啊，但是一旦刑拘，你的工作肯定是丢了。还有，你父母跟孩子都会知道这件事情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哎呀，行了，他愿意打让他打吧，你打吧，打。现在照顾他的吃喝拉撒睡，才是你应该承担的责任。这是你应尽的义务。
行了，老蒋啊，别的别想，就在这儿踏踏实实养伤。行了，别抬头了，给你打成这样，抬头都费劲。我们走了啊。抽时间过来看你啊。你要是敢虐待我兄弟，饶不了你。我想吐。我要吃药。你有没有人性啊？欺负老弱病残。兄弟们，我第2次打入敌人内部了。OK， 交给我。你在哪？我马上过来。哎呀！别装了，你不是伤得起不来身吗？怎么又健步如飞了？哎，是啊。哎，我这腿怎么好了？
这可能就是这个生命的奇迹吧，是不是？太神奇了。现在这个录像，就是你骚扰我的证据，我全部都录下来了。我录着呢，开没开美颜？不开个美颜，哎，行吗？你别那么多废话了，你要不想惹事的话，赶紧收拾东西滚。我就不滚。我跟欧凯哥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没有任何联系了，你守着我没有用的。我守的可不是你，我守的是这房子。房产证、国土证都在你们手上呢，你们还想怎么样呢？这房产证可以补领，国土证可以补办。就算你和欧凯哥卖房跑路了，我找谁啊？我要真有这种想法，你住在这也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当然有用了，我这算事实占有，就算法院来了也没法赶我走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你不觉得尴尬吗？只要我不觉得尴尬，那尴尬的就是别人呐，是不是？你让邻居们怎么看？这欧凯哥都不管你怎么看，你还管邻居？那我只有报警。报警，报呗。报警，警察也不管你这些事儿啊。你好，姚。别，哎，我这里现在。别报警，警察不管这些事儿，你报警他犯不上当那么大，对不对？那你走不走？你走不走？哎，我走。我走还不行吗？啊，现在欠钱的都是大爷。你快点！我告诉你，你别后悔啊！你。哎，这么巧？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不让我住家里，那我只好在这搭帐篷了。这就不算私闯民宅了。我可以让保安把你给撵走。那保安撵不了我。这物业的管理条例每一条我都看了，没有说不能在公共区域搭帐篷这么一说。你不是这儿的业主，你没有资格在这逗留。对啊，我还不是这的业主。我2年后才是这的业主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就这样，我就到小区门口去搭帐篷，这样走过路过的人问我怎么了，我就说谁欠我钱，他们家丧尽天良，搞得我无家可归，流浪街头，而且我还有残疾，真的是太惨了。你就是个无赖。我这都是跟欧凯哥学的，反正要不要我进去？你自己考虑。我还是挺喜欢刚才那间客房的啊，格局啊、装修什么的都不错，住个1年半载，我觉得不是问题。我就算把这房子烧了，我也不会让你进去住的。行啊，那我去小区门口闹。你爱怎么闹怎么闹，你爱在哪搭帐篷在哪搭帐篷，我无所谓。不是你不怕丢人吗？啊？只要我不怕丢人，丢人的就不是我。那你让街坊邻居怎么想？欧凯哥都不在乎我怎么想，我还需要在乎邻居怎么想吗？不是，哎，那我就去向东大街45号门口搭帐篷。哎，我去闹你父母。你们说过不骚扰我父母。我是答应过，但昨晚你搬回来，我就没有必要遵守自己的诺言了。不是你干嘛？你要骚扰我父母吗？别！走啊！不是我大老爷们儿，你拉着我，你不好看，不是不好看。
高老师，这是新下发的新闻技术工作室直播岗位职责。青春岁月依稀如梦，能不能带同窗数载，温馨如昨。文心学院新闻系2005级同学会即将在湖畔人家酒店举办，大家踊跃报名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要不算了吧，算了吧。哎，下车。今天我还有事儿，要不改天再来吧。别废话了，电话一直在响呢，先接电话吧。跟你没关系，就在前面走。我累了，我缓一会儿。你累什么呀？你心虚吧？我心什么虚？不是这样拉扯不好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你自己想要来的。我是想要来，但是慢点。爸，怎么了吗？你妈晕倒了，可能是血压又高了。怎么？哎，跟我没关系，我刚来，我不知道。等会儿。老韩，我要回家。哎呦，你这咱们得听医生的，不是咱们说回就回去啊。我现在没事了。没事了，你刚才把我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到底怎么回事呀，妈？怎么就突然就发病了呢？哎呀，我不是参加社区的模特大赛吗？今天我的粉丝数超过了陈爱丽，所以我一激动就倒下了。就为这个事儿啊？这事儿还不小啊，最有历史性意义的。陈爱丽整天在舞台上，她老是压我一头，我头一回压她呀。您多大年纪了，还争这些事儿？哎呀，争了一辈子了，停不下来的。是你听，争了一辈子了。哎，不是，欢欢，刚才你妈晕倒，我给你打电话，那一直你就不接呀，出什么事儿啊？爸，有件事儿。检查的结果啊，初步认定是阿氏综合症，血压异常引发了心律失常，所以导致了这个晕厥。严重吗？现在是轻症，只要是控制住血压就没什么问题。哦，那我就可以出院了，对吧？对，不行，还要再观察几天，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就可以出院了。还有出院以后要坚持吃降压药运动要适度，饮食呢要清淡，还有就是千万不要受刺激保持好的心态。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保持好心态，就是说你有多少粉丝，你有个平常心。啰嗦不说。行了，我还要看其他的病人，你们先休息啊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啊。听医生的。我知道了。欢欢，你刚才要说什么事儿？没事儿，这是小事儿，等妈病好了再说吧。听见医生说了没有？不能受刺激，不要过度运动，饮食要清淡。知道。对，就这样可能。对，感受一下你的手臂，把腿这样并起来，放松，把脚穿过来。对，就这样，调整呼吸。多来几个啊！加油！
圆圆，你怎么来了？你都已经好几天没理我了，我有吗？还生我气呢？没有，我没生气。没生气就行，咱们找地方去吃口东西。现在可能不行，我有安排了。你有什么安排还能比我重要啊？客户的事儿。赵圆圆，不是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？我有什么问题吗？咱明天就去把那辆车买了。不用了，车我自己买了。这是你的车？不然呢？谁给你买的？我自己买的。哟，这车可得100个 W 了。所以呢？不是，赵圆圆，你是不是有新男朋友了？哎，周佳琪，哎，我赵圆圆大小也是个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人吧？每一年经我手的广告都是上千万的，就这么一辆车，我怎么就买不起了？你别生气，不是那意思。我没生气，我就是挺伤心的。哎，周佳琪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我赵圆圆为的是你的钱，我早就跟你分手了。这么多年追我的男人，比你们家有钱的多的是，我都拒绝了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赵圆圆不是拿钱能买得了的。哎，圆，算我说错话了，别生气了。你真的一点都不懂我。我懂你，全世界我最懂你了。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最近不理你吗？不就是因为那辆车吗？我是因为你根本不在乎我，我生气的。那我不在乎你，我干嘛跟你在一起啊？可是你给蓝宇买车了，你并不给我买呀。不是我不给你买，是我没钱。哎呦，麒麟集团的副总经理没钱，说出去谁信啊？麒麟集团的副总经理，我爸1个月给我2万块钱零花钱，还不够我买游戏装备的。我那张银行卡也是我妈的副卡，但凡消费上了1万块，都得向他汇报申请。我哪来的钱？可是你给蓝宇买车的时候，你就是有钱啊。那钱也不是我掏的呀，那是我爸买的。当年他爸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，想以这种方式把人情给还了，这不人情世故吗？圆圆，那你纹身呢？你又提这事儿，这不是当时一时昏了头吗？现在不昏头了吧？都分手这么多年了，干嘛还留着？怎么不洗啊？我怕疼。我看你是还惦记他吧？开玩笑，我跟他都是5年前的事儿了。再说，自打他出国之后，我跟他就再也没有联系过。真的？我发誓。那事你跟你爸妈说了吗？什么事儿？你说什么事儿？哦，我跟我爸妈提了一嘴，他们不太想我那么早结婚。你是你，他们是他们，你都已经30岁了，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主了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有时候……好了，我明白了。哎，圆圆，你又生气了？你别这样。你都这样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？真不是我，是我爸妈。是，我知道，你爸妈看不上我，但是你能不能为了我，为了我们去和他们争取一下？我爸妈没有不喜欢你，只不过他们有点他们自己的想法。关键是你怎么想的？我怎么想？我就想，我爸妈有一天肯定得催我结婚吧，到那个时候，咱俩不是水到渠成了吗？请问那一天是哪一天啊？圆圆，你别着急嘛。我爸妈对你的印象也在改变啊。就前2天，我妈打开电视看到你的节目，还说你上镜比本人好看，还说你是旺夫相呢。真的？真的呀。你呀，就努力多上镜，然后我有意让我妈多看你的节目，这样时间一长，我妈就喜欢上你了。会吗？你长这么漂亮，还是电台女主播，这样的儿媳妇领出去多有面啊！姐，这边走。好。
啊，这是您的身份证。嗯。哎，老韩，等我一下。没问题。请在右上角。那什么时候可以签合同？今天就可以。不过由于这别墅是你们夫妻二人的共同财产，所以需要。你果然要卖房啊你？啊？蒋俊豪，怎么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想问你，你怎么在这呢？你跟踪我，你变态啊！谁跟踪你？你才变态呢你！您是？我蒋俊豪，清涧路299号3栋别墅真正拥有者。这房子是我的。你别听他的，疯子！这件事该我们了。等我一下，我让你办不了业务。你把我身份证还给我！你流氓！你无赖！你在这给我等着啊！我要把我的事儿办完，我们的账我再跟你算。来，在哪弄？来，签个字去。推开疲惫的乌云，倾落在这城市的谷底。有多少不期而遇会延续成记忆，或只是偶尔时光里过期。同行的路为什么迟疑？眼前的你像晴空，也像大雨。故事走走停停，结局还若现若隐，在误会中背离，又在梦里憧憬。如果爱也能有回应，把昨天的思绪褪去，是否就能让你也感同身受体谅的共鸣？漂流过人海的崎岖，相遇有多幸运？